各位朋友，我给大家做出了预言，我说川普现在调了那么多的地面部队去中东的话，他一定会最后呢狗急跳墙，试一试地面进攻伊朗的，要不然的话他这个脸呐，他没法从地下拾起来呀。而且对于川普在国内的这种中期选举，那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他一定会狗急跳墙的。这里边呢有很多人呢不看好伊朗，唱衰伊朗，说美国地面部队一到的话，伊朗政权也就像伊拉克政权一样的垮台了啊。但是呢，我个人呢都不这么悲观这个事情。如果伊朗被地面入侵，会成为下一个越南还是第二个伊拉克呢？作为综合国力鹤立鸡群的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可谓是翻云覆雨，指哪啊！从格林纳达到委内瑞拉，从伊拉克到南联盟，美军铁蹄所到之处，要么政权更迭，要么满目疮痍，可谓是相当的霸道，对不对？然而呢，美国呢也并非战无不胜，除了在朝鲜半岛和越南战场上一败涂地，美国在阿富汗陆战20年，也只能灰溜溜的卷铺盖走人。如今呢，美国和伊朗的战火已经是不能善了了。美伊联军极其凌厉，伊朗的最高领袖也成了刀下亡魂。但是明眼人都清楚，对于超级大国来说，没有地面部队的跟进和巩固成果，再猛烈的空中打击都是徒劳。而此时此刻呢，中东地区那些长期痛恨伊朗的国家，似乎也都看到了落井下石的天赐良机。伊朗的外部环境空前的恶劣，如果美国真的对伊朗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这个神权共和国会成为下一个笑到最后的越南，还是像伊拉克一样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呢？很多人都很悲观说这个其实伊朗和越南还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越南战争呢之所以成为美国挥之不去的噩梦呢，根本原因在于北越拥有一个高度组织化，能够深入动员基层群众的政治体系。正如越战研究所揭示的，北越真正的核心领导人并非外界熟知的胡志明，而是长期隐藏在幕后的李隼。这个由革命理想凝聚起来的政党，能够将游击战渗透到南越的每一个村庄，让美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反观伊朗呢，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架构呢，像极了晚清时期的清朝式的政权，由少数阿塞拜疆裔的权贵统治着广大的波斯民众。至高领袖哈梅内伊死后，他的儿子被迅速的推上了领袖宝座，但外界普遍怀疑这位继任者的威望和控制力。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早已经膨胀到连最高领袖都难以驾驭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样的政权结构呢，决定了伊朗不可能像越南那样发动一场全民的抗战。革命卫队更像一个横跨军事、经济、政治的国中之国，它控制着伊朗超过半数的进口和1/3的出口，却与普通的民众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今天传来的最新的消息是，革命卫队的钱袋子遭到了那个以色列军队的定点的斩首，他的财政办公室和他的财政负责人都被以色列给一锅端了，这个情况就极为严重了。就说呢，现在革命卫队的军官已经好久没发钱了，而且呢，抵抗之呼的兄弟们由于他的钱袋子办公室被炸了，那个伊朗的钱也不能及时的拨付，所以这是刚刚传来的一个消息啊，怪不得有人担心嘛。说呢，这个体制呢不敢抵抗到底，因为权贵们最在乎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对内呢，他不敢发动群众，因为一旦民众被动员起来，首先被冲击的可能不是美军，而是这个早已失去民心的神权体制德黑兰咖啡馆里那些时尚的年轻人，他们的梦想不是为政权牺牲，而是把希望折进一张纸条，托付给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只求在迪拜找一份工作。这不是一个能够长期支撑抗战的民意基础。当美军的坦克开进德黑兰，等待他们的恐怕不是巷战中的殊死抵抗，而是民众的单食壶浆迎美军的另一种版本。那有人
是这么担心的，是吧？这些人呢，或多或少的受到了美式宣传的影响。你不妨呢，反过来想一想，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的汉奸多不多呀？但是中国的抗战不是也是一直打了14年吗？对不对啊？那伊朗也同样嘛。伊朗还有一个好处，它是用神权代替了政党宗教的狂热，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对吧？说越南战争的胜利呢，离不开两个关键的外部因素，北方的中国和邻近的苏联源源不断的物资经过胡志明的小道运到了越南，让美军呢无法切断对手的命脉。伊朗的位置呢，乍看地理位置还不错，北临里海，南临波斯湾，国土面积165万平方公里，战略纵深远超伊拉克。然而在地缘政治上，伊朗恰恰陷入了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困境。伊朗最可靠的潜在盟友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有心无力。中国呢，虽然与伊朗保持着战略合作，但地理上的遥远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当年支持越南那样为伊朗直接提供物资通道和战略庇护。伊朗注定只能孤军奋战。更要命的是，伊朗周边的环境糟糕到了极点，那些曾经与伊朗保持关系的国家，苏丹、吉布提厄立特里亚早已经在沙特、阿联酋的银弹攻势下倒戈相向。如今阿联酋甚至成为海湾国家中最鹰派的角色，极力敦促美国对伊朗发动地面入侵。沙特、科威特、巴林也站到了美国一边。伊朗在整个中东地区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愿意两肋插刀的盟友。美国的战略界呢，最初对伊朗战事的判断也出现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试图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模式；二是严重高估了伊朗政权一击即溃的可能性。事实证明，美方低估了伊朗国内外应对外部威胁的共识和抵抗意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伊朗能够像越南那样坚持到底。神权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同日而语。越南的胜利是建立在基层党组织深入每一个村庄、每一户农民的基础上，而伊朗的神权体制虽然能够经过宗教网络维持一定的社会控制，却无法将这种控制转化为有效的战争动员。民众呢，可以为政权祈祷，却很难为政权去死。所以呢，他们说呢，伊拉克战争给出了前车之鉴，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号称中东最精锐的部队，复兴党组织的网络遍布全国。然而当美军的装甲洪流真正的碾过边境的时候，这个看似坚固的政权却在短短20多天土崩瓦解。为什么？因为一个脱离民众、依靠少数特权阶层统治的政权，在真正的考验面前注定不堪一击。伊朗与伊拉克的区别，充其量50步笑百步。神权体制比复兴党多了一层宗教外衣，但外衣再华丽也改变不了内核的空洞。当美军的地面部队真正发起进攻，伊朗的政权会迅速崩溃，不会比伊拉克慢多少如果美军真的发动大规模的地面入侵，伊朗面临的局面可能比伊拉克更加惨烈这个军事分析呢，就是分析美国有几套作战模式吧是吧？先夺岛，然后呢再这个登陆，全方位的控制，对伊朗内陆的纵深目标进行空中打击。那伊朗的导弹库存呢，支撑只能2到4个月。说美国已经下定了决心了，正在付出极大的代价，也要把伊朗政权打垮之类的说综合分析，伊朗如果遭到美国地面部队的入侵，结局既不会是越南式的胜利，也不像伊拉克那样，因为伊拉克好歹坚持了20多天，伊朗可能连这个时间都撑不到那么对美国而言呢，是也有危险的一面。他不知道他在这场战争中想要什么，他是想推翻神权政权，摧毁核设施还是仅为了抢夺石油，给国内的选民一个交代，还是为了这个掌控能源通道来跟中国叫板。所以美国
也搞不清自己要的是什么。那么这些人的这些人可能那是属于美吹一派的吧，他们的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呢？各位，美国一定会发动地面战这个呢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结束行动，与伊朗达成协议，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言行背后，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已经骑虎难下，现在急于止损和离场。不管美方如何表态，美国必须要承认的现实是在伊朗没有实现政权更迭的目标。而现在最关键的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难以通过军事行动恢复航运，而同时看到的是伊朗主导的抵抗阵线正在逐步被激活。此前，伊拉克民兵组织早已开展军事行动与伊朗进行策应，而近期也门胡塞武装正式下场，让美国倍感压力。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形成双杀，意味着能源生产和运输会受到进一步的影响。对于美国来说，平抑油价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承担巨大的损失。而此时，美国看到的是，伊朗并不害怕与美国陷入长期的消耗战。伊朗已经看到，在这一过程当中，是美国无法拖下去，而伊朗可以长期周旋。所以近时期，美国急于升级军事行动，恰恰是急于要解除当下的困境。从美方的预期来说，当然寄希望于后续继续进行军事集结，开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能够某种程度达到预期。但此时我们同样注意到的是，美国并不排除草草收场的可能性。首先呢，说到美方的预期，从目前来说，美国希望达到的目标仍然是伊朗做出投降和妥协，尤其是针对美国开出的15点方案，其中涉及到的是美国要削弱伊朗的铀浓缩能力、导弹能力和地区影响力，是要完成美国此前提出的一系列的条件来达到目标。而与此同时，美国格外关注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即使美方无法迫使伊朗接受条件，也希望和伊朗达成某种所谓折中方案，避免伊朗进一步的提升对海峡的控制权，后续还改变航运规则。与此同时，美国的军事行动某种程度也是因为需要一个台阶，当宣布胜利之后，美国可以借机离场。而如果后续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的时候，美国依然要宣称已然达成了目标，要试图包装这一次军事行动的结果。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的是，美国的战争经济学已经落空，而美国滥用武力使自己遭受到重创和反噬。后续美国进一步的护持霸权，希望通过穷兵黩武的方式来实现目标，必然会面临着更大的挫折。大家呢现在呢说实在的都看不清美国如果是发动这个地面战以后将会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然了，个人呢有个人的这种看法，但是呢我分析我也搞不清这个伊朗的抵抗的决心能有多大因为我以前的时候也不看好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对吧？但是我更不看好现在的美军，你知道吗？各位，你从美国的媒体上你就能看到美军现在的状态，它已经不是1990年的时候攻打伊拉克的时候的那支美军了。美军内部现在反战情绪非常的强烈，这是美军陆军第75野战炮兵旅的 M142 火箭炮发射车，还有 M270 火箭炮发射车，士兵们在车上涂鸦，写的都是战争去死吧、杀鹰犯和天杀的川普等内容。我不看好伊朗的神棍政权，但我更不看好这一支现在的美国军队。这是一支没有军魂的军队，他们不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跟那些拿钱办事的雇佣军无异呀。
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打赢一场高强度的地面战呢？但是这要建立在伊朗的神权的这些政府培养出来的士兵能够坚强的抵抗3-4个月的基础之上的。各位，你们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伊朗能不能抵抗下去呢？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